过去10年就是新媒体的黄金10年，如果未来呢想用一样的方式变成传统形式上面的网红，会不太容易。所以你这个是一个劝退新人的意思吗？就是你还没进场就不要来啊。我认为还是要先问自己，就是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又回到今天不鲁稿。那这个系列呢，我就不会看稿，改用轻松聊聊的方式讨论网红圈啊、YouTube 或者网络上面的一些热门话题。没错，那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未来还会不会有网红？因为主要是前阵子伯恩访问了沙特的共同创办人 DJ Howard， 那他在访谈里面就提到说，未来不会再有网红了，网红已死。那因为我们也算是在这个产业中人，所以这次就想问问看志奇的想法。好，那我们今天呢，主要就会来讨论网红这个产业是不是真的快没有救了？那未来网红会变成什么样子？然后当然我也会分享我自己对于这些事情的一些看法。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呢，还是让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正在寻找工作机会吗？那就不要错过接下来的招募资讯喽。除了经营志奇七七频道呢，我们简讯设计还横跨了动画制作、网站设计、社群行销、线上课程、幼教绘本等多项的领域。团队当中呢，更有许多厉害的专业工作者。现在我们想要招募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团队，一起前进。这边也分享一下我们公司正职的同事们普遍很喜欢的3大福利制度。第一呢是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五，大家一起放福利假。第二呢是可以弹性的选择居家、远距办公，让你省去大量的通勤时间。第三，你可以自己调整上下班的时间点哦，打造最舒适的工作节奏。那除了正职职缺呢，我们也还有各种兼职接案的工作机会哦。如果你有兴趣，那就赶快到资讯栏点击连结，看看详细的职缺内容吧。那就先请志奇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访谈大概讲了些什么。这访谈的一些观点是来自1月号，我想应该是在2024上半年的一篇文章嘛。然后他开头呢就有说，不会再有网红了。内容其实就是在讲说，不会再有新的大的影响者啊，或者是 influencer 出现了。他认为呢，过去10年就是新媒体的黄金10年，那个时候起步的创作者呢，就有这个先行者的红利。如果未来呢，想用一样的方式变成传统形式上面的网红，会不太容易。那他为什么会这样觉得？他整理出了几个原因嘛。然后第一个，他是说这个同行会杀死你，每个行业都这样，只要你看起来好赚啊，这个竞争就会变得越来越激烈。像是网红业，是因为这个成为网红，它门槛变得非常的低嘛。我们现在要当一个网红，可能你 iPhone 架出来的东西就好了，然后你把它好好打光，有一个简单的麦克风，其实就 OK 了。所以现在拍影片跟剪辑影片已经不再是一个特别需要学习的门槛的时候，的确门槛越低，同行就会越来越多，你要脱颖而出，可能相对于过去就更不容易。然后另外他还提到市场会杀死你，还有平台会杀死你，我觉得这两个有稍微一点点像了，所以我想说放在一起讲。他首先是先讨论说为什么平台会需要网红，他举例是用一个派对的概念，就说派对要找人来，其实最关键就是这个派对有谁要来。所以在这里面如果有很多的网红的话，对，大家就会觉得这个地方很有趣，然后很多人在产生内容，所以就进来看，然后分享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行为。不同的社群平台就有点像是在开不同的派对，所以不同的派对你就要有不同的主打的明星，所以 YouTube 可能有，例如说 MrBeast 啊，然后 FB 可能会有这些一些图文作家，那 IG 上面可能有一些时尚的网红啊等等的。但是随着这些社群平台的竞争到了最后，它就会变成有点像是寡占的一个概念。社群平台最后大家收购来收购去，然后变成几个大的，那几个大的之后，他们要再成立新的平台，他们会需要有新的主题或新的网红吗？不一定，像是我们可以看到，从 IG 到 Threads 上面，它就是直接流量硬灌下去。对，所以他认为说，在这个点里面看起来不一定要有新的网红了。另外一个他觉得有趣的事情就是说，当这个网红如果他越长越大的话，他可能就会变成跟平台有一些叫嚣啊或者争论的能力的人，反而变得很麻烦。而这个时候，他甚至开始可以说，我不用鼓励你那么多，因为反正我人都已经来了。这个时候把资源转移到可能像是广告商啊，或者是这些广代可能是更好的，最后网红的资源就会越变越少，甚至可能看到像 Threads 这样的平台好了，他们并没有想要养出一个网红，他基本上就透过演算法，或者是像 TikTok 也是透过演算法，只要你的流量跟内容够好，它其实就可以把你定在这个地方够久了。我觉得他讲的例子蛮有趣的，在 Threads 你在 TikTok 上面你会看到很厉害的内容，但你其实不记得做那个内容的人是谁。对，常常会有这个倾向。所以在 DJ Howard 他的结论上面，他就觉得传统意义上面的成功模式已经不可行了。新媒体的黄金10年是因为这个先行者的红利，所以当时呢，只要做到这个60分，你就会中。但是现在你要成功，你会需要有一个超级专精的一技之长呢，你才可以中。那针对上面这些看法，之前你自己的想法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有很多是有点接近老生常谈，在创业圈有句话叫做"成功不可复制，但智慧可以传承"，或者是失败可以学习。
每个时代它有每个时代它成因的关键元素，或是当时的一些竞争要件。可是你今天你想要拿过去的东西去复制，这本来就不会成。但是我觉得我有一些不是那么认同的，不过我并不是想要大力的吐槽他，因为他自己也承认这就是有点农场标，所以我不觉得网红会那么的容易死去。原因是因为我之前在读一本书叫做《模仿欲望》，他给我很大的启发。这个人呢是 Facebook 非常早期的投资者，这个人的概念是这样，他有点不太信马斯洛的那一套，就是他说人类有这样一层一层的欲望，欲望本身，他认为除了最基础的这个生理需求之外，其他都是莫名其妙混在一起的。怎么说？就是例如说，我今天为什么会变成一个 YouTuber， 是因为我们认识了阿 D， 我觉得他好像很棒，我想要成为跟他有点像的样子，所以我产生了这些欲望。这些欲望其实是透过你看到某个你想要模仿的人产生的。例如说，像是我穿这样的衣服，老实说，我当时很简单，就是因为设计圈的大家都穿这个样的衣服，然后我想要给我自己有一个看起来像专业的形象，所以我开始穿了这样子的衣服。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的矩阵。那他在这里面去谈的一个历史的脉络，或者是他的这个哲学观，就在讲说追星，或是找到一个人能够引领别人的生活风格，这种模仿的样板，其实就是人类社会行为的一种非常非常自然的现象。所以在这个角度之下呢，在整个社会里面，一定有一些人，他的行为就是要别人模仿的。那这个听起来是不是就是网红？就像过去以诗词为载体的时候，我们有李白，我们有杜甫；到了我们现在在影像为媒介的时候，我们有了 YouTuber。网红这样子的生态在历史上面它一直都存在。大家比较常比喻的是拿艺人跟网红在对比，艺人其实就是电视为核心传媒的时候所产生出来的这种名人，这就是大众自然而然会追逐的对象。那我觉得这个需求，如果它是人类的生物性，它其实就不会消失。但是偶像的样态确实会随着流行的媒介而改变。我们以前主流的媒体是报纸的时候，你很会用文字表达的人，你就是会想到，到了 YouTube 那又不一样。所以我不觉得网红这个概念会消失。但是它就是只是单纯的随着媒介的改变而会有不同的形象而已。但这边我觉得也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它其实是一个越来越分众的时代。所以随着这个东西的越来越分众，就是没有超级巨星。对，所以我自己也会觉得阿 D 他们那个 OG 的世代，只有他们能够一次的击穿老中青，除非你的今天的主题超特别，不然大部分的需求都会因为社群媒体的这个分众而被改变。像是 Uber Eats 他今天要找代言人的时候，他的选项就会越来越少，因为越来越少人能够直接攻占所有大众的认知。就所有人都认识的人已经越来越少。那所以其实你也认同说网红会被平台杀死这个观点吗？对，我是认同大的网红会越来越少的。原因就是我刚刚说的，分众其实对于平台来讲是比较好的。就每个人停留时间就是比较多嘛。就是你都看到你更想看的东西。对，而且平台的生意是什么？是广告。今天我们这些影片其实是来帮助观众去建立他的标签的。今天他看了自己七他身上可能有什么标签？这个影片里面的内容是什么样的东西？所以这个人可能对于这些东西感兴趣，因为这些东西感兴趣，广告就会下得越精准。所以你今天你是一个平台，你要怎么样赚到更多的钱？你一定要让我的这个受众跟我的广告的匹配越精准越好。我并不觉得这个归因是因为网红可以跟大的平台叫板，就说我今天我可以跟你叫嚣，我今天可以有权利影响到你，所以平台对，所以平台想要把触及率调一调。我觉得逻辑不是这个样子，我觉得逻辑是平台想要赚更多的钱，所以自然而然发展出了分众的模式。因为老实说，一个网红以台湾在地市场来说好了，我们扣掉像是齐轩啊，或者是夜市特工这种国际的这种500万或是1000万的人，其实我们最后就是300万。300万你真的能够影响吗？我是非常不相信我们对于 YouTube 有任何的影响力的。那如果责任不在平台，那你觉得责任会在哪里？我觉得还是分众跟技术的演进，因为这些事情都是对平台本身有利的，所以最后导致了这样的情境。然后另外我觉得也可以顺便提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为什么大网红不在？很多时候是因为大家的典范也被转移了。就是你现在其实没有很多的道理，你一定要成为一个非常大的，就像我们这些同行，很多人就会觉得，你为什么要做到这么大呢？你做到这么大，你就势必你会遇到很多价值观跟你不一样的人，然后你就会演上，因为演上本质就是核心价值的碰撞，所以你就开始碰撞，然后一天到晚你要被骂。所以现在很多人在讨论典范的时候，反而会说，我们是不是就做一个20到30万左右的频道？网红的这个成长曲线，假如你做对领域，你在中间其实你就已经赚了
算蛮舒服的。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又没有团队要照顾，你其实会蛮想退休的。就是其实没差了，可能对，干嘛那么累？你就蛮想退休的。你这时候可能有机会把时间开始转移一些到股市的研究等等，你可以赚到也不错的收入的时候，大家就会退休。所以持续往大众跟追求更高订阅数的人会越来越少。然后当然也有可能就是大家累了，灵感枯竭了等。好，那你觉得网红产业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我觉得对于很大的网红来说，他们虽然会越来越少，但还是会有。然后再来，对于新的人来说，你想要成为一个行业的顶尖，会因为你的起步就竞争太激烈，而真的变得比较难一点点。所以，如果你今天你还是想要在你的垂直领域里面做到很前面的话，你真的第一个你要做好更多商业的功课，然后再来是你要选择一个对的垂直领域。例如说，零售家居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就是因为零售家居它真的是跟人的生活风格有关。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就会产生什么样子的房子。那你看的影片会引导这些事情。这是为什么小宅的影片那么行，或是每个 YouTuber 他的人生观看前几名全部都是开箱自己的新家，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它是生活的总集之一。然后另外呢，对于中间的人来说，我觉得确实会变得比较两难一点，因为他同时可能要面对平台啊，面对演算法的变化，你可能甚至你要去维持这些热度或观看率之类的，其实就是真的变得比较难。不过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在网红里面的现象。我觉得所有的事业它中间的这个程度都很难，本来就很累。对，本来就很难。例如说，我会跟一些朋友分享说，如果你今天你的团队大于超过12人，如果你不直接到30人，你这中间都真的大部分都超级累，因为你会开始要建立一些制度了，你开始要有分层了，然后这些分层跟制度，像是财务的人员，然后行政的人员，或者是你的中间的管理阶层，大家就会把你的利益都剥掉。你要有一定的规模化才会划算。对，所以所有的行业在中间的这群人都是最痛苦的。你有没有为了更大而决定要承受这个痛苦？还是你觉得没关系，前面就是一堵高墙，我决定要留在这边，好好的在原本的垂直领域这样也够了，可能。对，其实也都不错。所以这个是大家的选择。但是像是过去的这些旧的大网红，例如说像是阿嘎，像是阿滴，像是9man，我觉得这些人的价值会越来越高。因为他就是已经那么的红，然后观众基数够大，所以他每次能够触及的广告的族群就是很大，然后他有广泛的认知的这种代言能力，他们就是走在路上，他们就会被包走。所以你这个是一个劝退新人的意思吗？就是你还没进场就不要来啊？就也不是，但我认为刚刚的那个问题还是要先问自己，就是你到底想要成为怎样的人？然后为什么？就例如说，你为什么想要成为一个这么大的网红？你为什么要超过100万？就真的有意义吗？对，变成一个很大的网红，它的好处可能就是你有非常非常高的影响力，还有你的商业价值。不过在现在这个分众时代，就是某些小网红还是可以拥有很稳定而且高度忠诚的这些受众嘛。那这种经营模式呢，可以降低风险，像是一些小众网红的粉丝黏着度都比较高嘛，因为通常比较支持这个创作者，然后吸引小众市场，所以相对的也比较不容易延上或是舆论风波，所以它整体风险比较小。所以除非你有真的想要追求什么东西，不然我觉得单纯你想要创作要赚钱有点名气的话，真的不一定需要当一个大网红来实现。就是20-30万已经很对，就是我们现在往200万前进，是有我们自己的一些期待跟我们自己对于企业的一些想法，所以我们认为我们要做到。我们今天选择日更是一个典范吗？也不一定是一个典范。我会觉得，你今天你选了我要做这些事情之后，你往下想一个，就是为什么他有什么理由支持你？如果你今天有了这个讨论，不管是跟自己或是跟你的合伙人，在你的事业开始之前是过程当中，随时的去检讨它，我觉得都是比较好的。对于一些新人的建议，就是现在到底还建不建议大家来这个产业？我其实还是蛮建议的。原因是因为我并不觉得网红这个职业是一个像是，比如说精算师，他可以当一辈子，或者是你今天工程师，你可以当一辈子。但网红，我觉得它是一个辅助型的一个职业，它很适合你去转斜杠。对，因为第一个是，当然在这个贫富差距比较大的这个年代，你有一个副业是重要的。如果假如是以网红来说，它除了能够给你一些基本的可能的收入以外，另外就是它能够真的帮助你认识很多人。如果你今天你就是凑齐了一个10万订阅这样子的一个规模的时候，你在做任何事情，你的起步都会比别人来得容易很多。这些品牌效应。对，我觉得真的有这样子的影响，所以我还是觉得这个职业是很多人都可以好好经营的，不是说现在不适合来当网红，或者是所谓的网红已死，而是
传统典范的网红现在要达到的难度真的变高，但是在典范已死的状况之下，你其实就是换一个新的典范。就像一开始那批网红，他们可能也不知道前面长的是怎么样子。对，他们当时也是一个新典范的人。当说的就是明星已死。对，又或者是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可能也是就是第一个用很大的团队，然后跑进来，然后狂做猛做，然后日更这样一直做。那每个时代都有一个新形态可能的玩法。那重点还是回到就是你到底要什么，你需要什么，然后在你的现状之下，哪些是你需要的，哪些不要，那你可以选择很多种不同的可能性的典范。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是，台湾真的还是在这个世界上面，尤其是这个领域啦，我觉得相对慢一点。你其实可以去看看中国、韩国、日本或者是美国，他们现在的网红发展到怎么样的程度，其实大概3-5年之后就会跑到台湾。如果你先去看好，然后开始准备的话，它其实就是一种先行者的优势。觉得回到来我们自己的话，你对于我们这种算不大不小的频道来说，你会怎么样去面对这种未来的变化？我觉得虽然平台的这些演算法真的不太好掌握，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知道一个趋势，就是它就是会越来越分众。然后呢，再来，我认为很多事情其实也跟这个环境本身没有那么大的关系。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要把你的影片持续的变好。其实我觉得演算法虽然很重要，但是它也不是所有里面最重要的事情。我觉得在影片的这个商模里面，最重要的其实是社群，也就是你跟观众这个沟通的这整件事。那这个整件事情，影片是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媒介。如果你今天你想要巩固好你这个社群，这个互动的关系，最关键其实就是把你的影片持续的做好，然后持续的跟这个社群互相的沟通。你要更理解大家想要的东西，大家想要看到什么东西，然后如何成为一个能够引领大家的人。在今年我的一个很大的启发是，过去我们一直用新媒体的角度在做影片，我们比较少去谈到，例如说我的生活风格，或是我们公司的生活风格。但在2025年，我就觉得说，我们一个目标是要从新媒体走到自媒体，就是开始把我的成分再稍微多一点，然后甚至是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我们的决策系统长什么样子，又或是我们的生活方式长什么样子。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们这样生活，那大家也可以参考看看。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可以透过影片把它表达出来的。我有的时候也是会想说，我们的影片够好了吗？然后我之前在访问 Alan 詹宇安 Heptabase 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他在 YC 常常会被提醒，就是我这个东西足够优秀，能够足以跟大家竞争的人了吗？我真的是首选了吗？然后我在那个当下的时候，我就瞬间就开始一直想，对，自己其实是最好的了吗？就如果我们今天都还没有做到最好，那我们干嘛要担心那么多别的事情呢？对吧？就是回归本质。当然我们有很多外面的影响，但你回到这个行业本身，就是把影片做好。对，你就是把影片做好。所以我们今天期待的这个一个时事讨论的影片，它最好的影片到底长什么样子？我们可以在这个时间点重新再讨论一遍，因为我们上次讨论这件事情已经是有点久以前了。那我们再重新讨论它，然后重新去把影片，不管是在脚本上面，在影片的剪辑上面呈现得更好，或者是我们的拍摄呈现得更好。我觉得还有好多事情可以琢磨。那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些东西我们都做到了极限，然后发现我们好像真的不太行，把你搞死，那就算了。那也只能认，因为有的时候会遇到。但我觉得我们至少同时观看，就是我不能够只看演算法说啊演算法天要掉下来，所以我就不努力了。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到这样，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但是我自己是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其实可以到150万。我以前我就觉得大概110吧就不错了。对，然后我之前问杨说，他觉得大概到30、40，可是我们也走到了现在这个样子。所以我在这边感受到另外一件事情是，比尔盖茨我记得好像说，人会高估大概2-3年内发生的事情，但是低估了10年可以造成的一些改变，可能有点浪漫了。但是我觉得我这件事情做得蛮开心的，所以我希望能够继续的做好它这样子。好。那今天呢，就到这个地方，想问大家，就是觉得未来网红产业会如何发展？突然问一个问题，非常的奇怪。那最后呢，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呢，欢迎分享出去，让大家一起来聊聊就是未来网红产业的变化。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其他相关影片。那么今天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了，拜拜，拜拜。